这是正在举办的纽约时装周上一场特别的秀。美国版 Vogue 杂志为了庆祝成立130周年，在纽约街头举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由时尚杂志举办的时装秀，把那些你在 Vogue 杂志上见到过的新老超模、流量小生和影帝、女性榜样和当红音乐人，全都聚集在了 T 台上。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主角，则是这场大秀的幕后大佬 Anna Wintour。她是70岁还保持0号身材的时尚女魔头，是高中辍学、工作被炒鱿鱼、靠拼爹起步的信托宝贝。她是整个时尚行业教母一样的存在，她的权力甚至可以影响从希拉里到奥巴马到特朗普的各届美国总统竞选。《华尔街日报》说，你可以不靠斯皮尔伯格在好莱坞混，你也可以不靠比尔盖茨在软件业混，但是你要想在时尚行业成功，就不能不靠 Anna Wintour。权力的背后，她是女魔头，是 Nuclear Winter， 是像冰山一样冷漠的一张脸。Is she warm and fuzzy? No. Why should she have to be? 她的前老板认为她心怀不轨，觊觎自己的位子。她的左膀右臂说她缺少最基本的人性。阿玛尼先生认为她完全不尊重人。阿拉亚说她穿衣没品味。面对这些流言，安娜说 I don't think you can try and please everybody all the time. 作为时尚业内人，安娜是我从业10多年来最想了解但最难了解的人。我见过她，采访过她，也和同事了解过她。然而了解的越多，越感到她的复杂和多面。真实的安娜永远藏在墨镜背后，难以看清。然而就在我认为此生对于安娜的了解只能是个谜的时候，今年5月 Met Gala 霸榜热搜的同时，安娜的传记出版了。这是时尚专栏作家 Amy Odell 历时4年完成的传记。当我花了1个月一字一句啃完这本大瓜之后，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这些都是能说的吗？本系列视频浓缩了明总作为安娜的不黑不吹粉，在过去的100天内对 Anna Wintour 传记以及所有网上可获得材料的地毯式搜索而进行的创作。我敢说，应该是目前中英文网络世界里对 Anna Wintour 介绍和剖析最全面的视频了。我们将分上中下3期视频，在浓缩的8章里介绍 Anna Wintour 是如何从一个拼爹的信托宝贝，在屡次被职场的现实毒打之后，凭借野心和毅力站上了时尚行业权力巅峰的过程。如果你想看时尚圈阿尔法女的权力游戏，想了解那些金字塔顶尖的人背后复杂而多面的人性，或是如果你对于时尚行业的利益博弈和权力斗争有兴趣的话，那么这个视频可能会引起你的强烈兴趣以及一些不适。要了解它，我们得先从自传开头的一个细思极恐的故事开始。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第2天早上，著名时尚媒体 WWD 刚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文章，批评 Vogue 作为一本时尚杂志，不该如此旗帜鲜明地站队希拉里，并指名道姓地批评安娜作为主编管得太多了。在这样的局势下，安娜发表了一个全员演说。他说，如果支持 LGBT、支持女性在办公室的平等权益、支持移民等等意味着管得太多，那么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能管得多一点。以从不表露情感著称的女魔头安娜说到这儿居然当众哭了，可见董王当选这件事儿对她的刺激有多大。不过这还不是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在安娜的办公室演讲几周后，安娜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举动。她主动邀请特朗普到 Vogue 办公室进行了一个私下会谈，并在会上提出愿意在 Vogue 上多报道第一夫人 Melania。要知道 Melania 对于自己在老公当选后一直不能上 Vogue 耿耿于怀。当时 Vanity Fair 的主编 Graydon Carter 非常不愿意见特朗普，安娜对他说了下面这一段话：这位是未来的美国总统，我们都得学会和他合作。你们觉得他这样做是墙头草呢，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呢？这就是安娜，什么事情都能很快翻篇，非常现实，永远向前看。好了，这个片段是否已经让你窥见女魔头更复杂的侧面了？我告诉你，这才是冰山一角。接下来大家准备好喽。Winter is coming. 我很想说，安娜是个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然而事实是，女魔头也是靠拼爹起家的。Chapter 1： 拼爹信托宝贝的被锤。首先，让我平和地和大家分享一个事实 ：Anna Wintour 是个信托宝贝。我们在假名媛那期里介绍过 ，Trust Fund Babies 就是那些生来就算什么都不做也可以按月领工资的人。因为安娜的祖母给她设置了信托基金，除了生来有钱，安娜还生来有文化。安娜出生在一个出版世家，她的父亲 Charles Wintour 是英国大报 Evening Standard 享誉盛名的主编，而且任期了几十年。也因此，安娜小时候家里经常聚集着作家、政客、记者和各路意见领袖，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但安娜从来不是学霸。在16岁的时候，安娜因为忍受不了校服，自己动手把校服裙子改成了超短裙，然后华丽丽的从她的贵族学校辍学了。好在安娜父母也接受了她这个决定，因为她爸爸早就帮她想好了职业规划。My dad just took it and he wrote at the bottom, where it says career editor of Vogue. 我们不知道安娜父亲在帮安娜填好职业目标的同时，是不是也在安娜心中种下了野心的种子。但接下来安娜的人生确实就在通往 Vogue 主编的路上一路开挂，而不是一路被锤。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位阿尔法女的3次被锤。第一锤被 fire。安娜初出茅庐的第一份实习就被 fire 了，而且被辞退的理由还颇为难以启齿。当时刚退学的安娜被父亲安排在一个伦敦最火的时尚百货店做销售员实习，但后来那个百货店爆出了店员普遍偷拿产品的丑闻，而安娜也是在这个事件中被开除的。这之后，安娜又被父亲辗转安排到了英国芭莎做时装助理，这个工作终于让安娜的职业生涯起步了。从借衣服、选模特、找摄影师到拍摄、写文案，安娜得以在实干中获得了完整的入行培训。然而，尽管人在芭莎，安娜却从不忌讳说 Vogue 才是自己的梦想。她当时的老板对此直接评价说：“地球人都知道安娜的梦想是去 Vogue， 这显然让她无法安心于当下的工作。”被顶头上司直接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姐姐，你这是来领工资还是来领便当的呀？”第二锤还是被 fire。在英国芭莎工作了5年之后，安娜离开英国来到纽约，开始在美国芭莎工作。据安娜接受《卫报》采访时说，离开英国是为了去一个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著名的大主编 Charles Winter 女儿的地方。你看，所有的二代们都有一样的烦恼，就是如何超越他们父母的姓氏。结果，安娜加入美国芭莎9个月后就被辞退了，因为她的老板认为她过于时尚，永远只听自己的想法，没有层级的概念。看起来安娜可能因为太有理想而让老板产生了威胁，但就像当年坚持不穿校服一样，安娜很坚持自己的喜好，个人形象也越来越有风格了，固定了波波头造型，只是还没有戴上她那著名的墨镜。安娜虽然内向寡言，但已经逐渐显示出自己是个狠人的一面，已经有了这种小母狼一样的眼神了。第三锤被 Vogue 拒绝。在辗转在情色杂志 Viva 和不知名的杂志 Savvy 工作了几年后，在职业生涯最初10年连续被锤的安娜，终于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面试自己16年前就种下的梦想工作，去 Vogue 当编辑。然而在面试中，当 Vogue 主编 Mirabella 问安娜你想要来 Vogue 做什么时，安娜回答：我想要做你的工作。安娜当然没有通过面试。如果说阿尔法男是指人群中那些野心勃勃、攻性十足、掌控欲强的老大型男性，那安娜应该就是天生的阿尔法女了。因为毫不掩饰的野心、过于出众的能力，以及对历任老板总是不够服从的桀骜个性，这样的阿尔法女在职业生涯早期会显得过于强势和锋芒毕露，难免会受到现实的毒打。不过阿尔法女厉害的地方在于心理强大，同样是社会毒打，对我们就是而对他们不过是锻炼意志品质的大怪升级罢了。No,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be fired. Have you ever been fired? I have been fired. Yes, yeah, I yes. got fired. I think Yeah. character building. Character building. 按照安娜的话来讲，每个人都应该被辞退，因为被辞退可以锻炼你的意志，锤炼你的个性。不愧是女魔头呀，一句话就把自己早年被社会毒打的经历熬成了鸡汤。怎么样，这鸡汤你干了吗？屡次被锤磨练完意志之后，安娜终于抓到了可以往上爬的梯子。Chapter 2， 成为女魔头。在电影《穿 Prada 的恶魔》将安娜女魔头的形象塑造得深入人心之后，有一次在 Vogue 的节目中，梅姨和安娜复制了这个经典的镜头。而当安娜问梅姨：“你扮演过的最挑战的角色是谁？”的时候，你们看梅姨的反应。Oh, I should say No, we're not going there, Meryl. that wasn't anyway. That was fun. 那么职业生涯初期一路被锤的安娜是如何谷底翻身，成为一个让梅姨都欲说还休的女魔头的呢？这还得从安娜的一个贵人说起 ，Alexander Lieberman。这个 Alex 呢，是 Vogue 母公司 Condé Nast 的深得老板信赖的艺术总监，同时自己也是个著名的骨灰级艺术爱好者。当时安娜还没进入 Vogue， 她在 New York 杂志负责时装板块，但是呢，却对艺术领域格外兴致勃勃。
不知道是不是有意想要吸引 Alex 的注意，安娜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艺术，到处看展，同时创作了一系列将艺术和时尚结合的时尚大片。果然 Alex 关注到她了，于是安娜明确地对 Alex 说，我就是想做 Vogue 主编的位置。而 Alex 看着眼前这个30多岁、野心勃勃、时髦漂亮且和自己一样热爱艺术的安娜，觉得 Vogue 需要的人就是她。依仗着 Alex 的赏识，安娜终于在1983年进入了她梦寐以求的 Vogue 工作，而 Condé Nast 还特意给她创造了一个叫 Creative Director 的头衔，并且让她汇报给当时的 Vogue 美国版主编 Grace Mirabella。这个名字你们是不是觉得听着有点耳熟啊？没错，就是当年参加 Vogue 面试时，安娜曾当面跟她说我要做你的工作的 Mirabella。而安娜的人生剧本终于反转到了大女主开挂这一章。自加入 Vogue 之后，安娜平步青云，先是被调到伦敦做 Vogue 英国版主编，然后调回美国做家居园艺杂志 House and Garden 主编，最后取代了在 Vogue 做了17年主编的 Mirabella， 拿到了自己从小梦寐以求的工作——美国版 Vogue 主编。而当上主编之后，安娜也没有辜负她女魔头的称号，一路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在上任英国 Vogue 主编和美国 Vogue 主编之初，她都对团队进行了大清洗。前主编留下的团队，每个人给10分钟时间重新面试。安娜觉得不合适的大部分老员工都给裁掉了。安娜做决策的这种杀伐决断，为她赢得了 Nuclear Winter 的外号。毕竟有时候优柔寡断的老板，可能比狠人老板更让人心累。这一点如果你们还没有体会，以后有机会可以体会一下。而安娜在采访中说，这一点也深受她父亲的影响。And I certainly did learn this from him. People respond well to someone who's sure of what they want. 人们都容易拥护他们内心期待的东西。安娜的这句可真是大实话。我觉得这也许贴合了很多人潜意识中的慕强心理。无论早期的安娜是不是真的如大家想象的这么英明果决，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有人符合这个形象时，人们就会把更多的对于强大领导力的想象寄托在他身上。We create the leader we want to see。这就是安娜从父亲那里耳濡目染学来的，作为老板对于人心的洞察吧。看来做魔头也是有祖传秘方的。如果说做魔头是祖传的话，那么冷漠也是祖传的吗？ Chapter 3 世界上最冷漠的人。 So you don't read Runway? No. And before today you had never heard of me? No. And you have no style or sense of fashion? Well, I think that depends on what you're... No. That wasn't a question. 这是电影《穿 Prada 的恶魔》里非常经典的一幕，充分展现了 Fashion People 美极正义的价值观，或者说鄙视链。这里说的 Capital F Fashion People 大写的 Fashion People 指的是时尚圈内人会有的一些共通的特质。特质我没有说是优点哦，而这些特质在安娜之夜早期已经妥妥地展现出来了。首先是要瘦。安娜不仅自己直到72岁都保持着和18岁时没有变化的0号身材，而且她要求大片里的模特也得瘦，甚至要求把时尚大片里婴儿的双下巴给修掉。记得我们之前花100万的时尚大片那期视频中的那张封面吗？这张出自美国 Vogue 的大片，当时安娜要求把跳起来的摄影师小肚子上的肉给 P 掉，并且说她该去健身了。幸好创意总监 Grace Coddington 坚持要把这块肉留了下来。 No, but personally, I think it's better that you're not like skinny. I really, to me, it's much more makes the point than that you're real people and not models. Everybody isn't perfect in this world. I mean, it's enough that the models are perfect. 其次是爱美，安娜从来都穿高跟鞋，最爱 Manolo Blahnik。在早期还没有去 Vogue 的时候，有人问她：“你每天穿高跟鞋走路不会不方便吗？”她说：“穿高跟鞋可以离豪华轿车的台阶近一点。”难怪我总是离豪华轿车那么远。那你可能想问了，穿这么高的高跟鞋，需要跑时装周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时装周是大型挤兑现场，和高峰时期的北京市中心地铁没啥区别。那爱穿高跟鞋的安娜会如何处理这样拥挤的场面呢？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抬轿子的游戏啊？这位 Tim 是著名时尚选秀节目 Project Runway 的负责人。他说他在时尚圈见过的最难忘的画面是时装周期间 Anna Wintour 由于穿着高跟鞋，但又需要快速离场，于是他的2个保镖就用手臂交叉搭成了一个人形轿子，把安娜给抬到了车里。Wanted to give you the Anna Wintour treatment. The Anna Wintour treatment? Yes. We want to make sure you feel loved. Come on, Tim. 第3，外表冷漠。
安娜从来不喜欢无意义的哈拉，也不喜欢闲言碎语式的聊天儿。她刚到纽约不久，有一次和一个同事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路上同事问她：“你不和人聊天吗？”你猜安娜怎么回答的？她说：“我只和朋友聊天。”而对于说自己是冰山冷漠女魔头的评价，安娜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回应一句 We're here to work。 另外，安娜最标志性的形象就是她的香奈儿墨镜。关于为什么永远戴着墨镜这件事，安娜的回答也很直接。Anna, there's no windows in here. Why are you putting those on? Hiding from you. 墨镜就这样成了安娜自我保护的盔甲，而一整个看着她的颜色行事的时尚圈，从此也被蒙上了眼睛。不仅是时尚圈，据说之前爆出丑闻的美高梅老板 Harvey Weinstein 的每个电影都要提前请安娜做私人专场首映，并在安娜的斜后方安排2个公关，主要任务就是360度无死角地观察安娜的反应。但即使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安娜也从不摘墨镜。有一次 Harvey Weinstein 实在忍不住了，和 Vogue 的人说能不能建议安娜摘掉墨镜，结果安娜的下属直接用一句话把她给怼回去了 You never ask Anna to take off her sunglasses。 而即使当了主编之后，安娜也习惯和人保持距离。 You have to walk about a mile into the office before you get to her desk. And I'm sure it's, intentional. 过去我在时装周上采访安娜时，她每次都要先问我要问什么问题，她才决定要不要接受采访。我曾经以为她只是傲慢，后来我明白了，她非常看人，因为她不愿在平庸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What bores you? Mediocrity. 所以每次面对她之前，我一定会提前做好额外充足的准备，以免她给出那个著名的表情包。 I'm the boss, and you're boring. 如果说安娜是女魔头的话，那魔头这2个字可能也是受到她父亲的影响，因为她父亲就是一个魔头型的主编，决策力超强，对工作要求极其严格，让下属望而生畏的程度绝对不逊于今天的安娜。父亲对于安娜工作风格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安娜不到2岁的时候，她10岁的哥哥意外车祸身亡，而当她父亲得到儿子死讯时，竟然没有展露出任何情绪，而是坚持完成工作才下班。你们可以想象这对当时幼小的安娜产生了多大的刺激。也许正是因为父亲对工作的态度，让安娜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事业优于情感的观念，而在工作中她也会把情感很好地隐藏起来。其实以上这些特点你会在很多时尚行业从业者身上看到，而安娜只是一个极致的案例。我刚入行的时候也经常怀疑，难道层级、傲慢和冷漠就是fashion行业的特点吗？为什么一个这么追求美的行业，人和人之间却充满了冷酷呢？但慢慢的我发现，其实任何特质都是有2面的。正是因为 fashion people 对美的苛求，对平庸的无法忍受，才有了这个行业中愿意为了塑造一个美的瞬间而倾尽全力的那种执着和热情。而对周遭环境的冷漠，有时候也是一种为了讲究效率、保存精力、降低敏感度而采用的自我保护。最终能在这个行业中长久存活下来的，大多都有自己的2把刷子。大部分人都是视觉动物，对美极为敏感，并且有着近乎偏执的高标准。还有很多我认识的做内容的人，也都是这样的完美主义者。而当你追求完美时，常常需要忍受的代价就是透支身心，以及当达不到标准时，对自己以及他人的愤怒。 I remember when my dad retired and I asked him why he was leaving, because he was obviously so passionate about what he was doing still, and he said, well, I get too angry. So I do remember that, because I know there are times I get quite angry, so I try and restrain that. So I think when I find myself getting really, really angry, that might be time to stop. 近几年总有人颇为内涵地问安娜什么时候退休，安娜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看来这几10年的愤怒，她目前还能忍得下去。看完了女魔头的人生上半场，下期我们再来说说安娜的职场中场战事。在时尚行业最香也是最烫手的职位上，她是如何见风使舵？不对，她是如何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力排众议、排除异己，坐稳了时尚圈的第1把交椅的。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